好，蜜雅塔罗现在有 LINE 的官方账号了，所以如果大家有要预约占卜的话，可以加 LINE 的官方账号进行预约。Hello， 选到第一组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蜜雅。那我们今天呢，要来帮大家看一下你们的下一段恋情，这个令你们走心的人，他是一个什么样子的人呢？好，首先呢，我们来看一下第一组朋友你们的能量哦。你是一个孤独的小岛，小小的岛屿哦。好，在两个世界之间哦 ，Time to move on。这一组的朋友啊，你们的能量上哦，感觉上你们是不是常常在对自己说，你觉得你自己不会得到幸福，就是你们之前的感情状态啊，就是你们好像比较心境上比较孤单，而且你们还有一种自己把自己变得封闭，自己把自己好像与世隔绝在外的一个能量，就好像你坐在这颗岩石上，你在想事情，周遭都是一片的黑暗。也许你希望有一个人就像这颗星星一样点亮你的世界，可是呢，因为我觉得你们的墙蛮高的，你们会有一道很厚或者说很高的心墙，你害怕在感情中受伤，因此你会选择去保护自己。也有可能这一组的朋友，你们会刻意的让自己清醒，不想要让自己为一个人太过着迷，太过疯狂，因为你会害怕这样子失去理智的那一种失控感，你们会因为害怕而去采取一些防护的措施，或是说防备的措施。所以这一组的朋友，感觉上你们目前对于谈感情哦，是想要去谈，但是又有点没有力气去谈，以及你们很害怕受伤，甚至有些朋友你们是比较被动的，希望别人可以多给你一些爱，多向你释出一些橄榄枝，就是多对你热情一点，让你好像可以不用这么的累，不用这么的去猜测对方的心意，可能你们会希望对方更加的热情主动，以及主动的去给你一些保证，不用你自己去开口，他就提前的设想到，提前的去说出，或者说解决你们心中的一些忧虑。好，那这一组的朋友很可能啊，你们之前不是这样子的人，也许你们曾经是敢爱敢恨的，可能曾经你们在感情中是那一种很深情的，然后很傻傻的去爱，愿意付出，但是也许你们经历过一些事情之后，变得人间清醒。有的时候呢，你就好像是隔着一层透明的玻璃来看这个人世间的一个爱恨情仇。但是我也看到这张牌哦，蝴蝶出现了，它把你们带离原本的孤单的小岛，告诉你们需要往前走了。而这张牌啊，它也出现了蓝天白云，还有这个广袤的绿色的这个草地新生的一个讯息哦。春天的气息来临了，所以这一组的朋友啊，我觉得其实你们虽然心中有难过，有痛，或者说有一些自责吧，可能你过去有一段时间真的是困住在某一个自责感中，觉得你对于某段感情自己做得不够好，然后没有再忍耐一点点，没有再替对方想一点点，或者说自己当时如果怎么样子的处理，也许会有不同的结局。对于你来说，你很可能困在过去的某一个时间点，明明大家都在往前走了，但是你还没有往前走，可能你就是
很怀念过去的某一个时间的自己，或者说某一个时间点，你和某一个人有很好的一个回忆，所以这组朋友你们是一个很念旧的人，或者是你们在这样子的情境中，你在休息，你在疗养，你在复原，而今天呢，蝴蝶出现，告诉你说，你们真的是要往前走了，你们不能再好像停留在过去，因为你们未来还是有新的感情啊，未来还是有人来爱你们。而且这只蝴蝶，我觉得它也在提醒你们，告诉你们一些事情，就是假设过去你在感情中遭受了一些不好的待遇，就明明对方对你不是很好，但是你为了维系这一段感情你就说服自己说好，我可以忍耐，或者说你说服自己说这样子的状况是正常的，你把你自己的需求好，你把你自己的情绪全部都压抑下来，这样子久而久之它其实是不健康的。蝴蝶出现在这边带领你们往前飞，它有点像是外在的一个助缘跟助力，不是你们的力量，就是我觉得有宇宙力量会帮助你们，即使你还在这个自己的小小的岛屿上，就在岩石上发呆蝴蝶也会来出现，哇，把你带领到一个新的世界中。所以呢，未来的我觉得1到3个月，也许就是发生了一件事情推着你往前走，让你在心境上有一个很大的一个转换，让你开始期待，哇，原来我也会有幸福，这个世界上也会有珍惜我跟爱我的人。好，接下来呢，来看一下这一组朋友你们会遇到的恋人，他是一个什么样子的人呢？好，我们的26号牌书爱心，一个男人，狗狗，还有骑士好，报信者。我觉得你们遇到这个人呢，他是一个比较主动、比较热情，然后很温柔的一个人这本书打开，它有好多蝴蝶，粉红色的蝴蝶飞出来。好，你们遇到这个人呢，他对你有一颗很热烈、很真切的一个心很可能你们身上有一个特质非常符合他想要的，比如说呢，你们的声音很好听，或者是说你们的这个长相有人喜欢大眼睛，有人喜欢小眼睛，有人喜欢娇小一点，有人喜欢可能修长一点，就是你们的那个样子非常的符合他的理想，因此我觉得他愿意为了去抓住你们而去退让，而去让利，他可以去包容你其他方面的，就是你自己觉得不完美的一个地方，他都可以去包容你，因为你正中红心，打中了他心里的这个深处，好像还没有人触碰到最柔软的地方，因为你打动了他，所以我觉得他有一点点，因为你打动了他，所以我觉得呢，他其实就很快的为你们神魂颠倒。虽然我们这个主题是令你走心，真的会令你走心的人，可是相同的，这个人他也为你们走心了。这一段感情是一段双向奔赴的感情。还有一些朋友我看见的是，这个人很惊讶，是可能你们两个有很一致的一个兴趣，也许你们都喜欢登山，你们都喜欢滑雪，或者说你们都喜欢哪一个偶像，哪一个歌手，你们都喜欢去看演唱会，或者是说看什么音乐剧等等的某一个兴趣，可能他身边都找不到人陪他去做，而你们呢，聊着聊着就有话题，就有默契，所以也许你们很可能会是在某一个同好会认识的，或是某一个相同的这种兴趣团体、兴趣圈认识的。也有一些朋友是这一种比较多人聚会的一个场合、学习的场合，或是一个联谊的场合遇见这一个人。好，那如果你们是在网络上或者说虚拟的这个空间认识的话，我觉得你们也会去
就是不会一直停留在网络上，你们会想要去实际的见到彼此，会把这个线上的交谈拉到线下来，就是实际的见面。我觉得你们想要见面的能量是很强的，很可能对方会飞来找你，或是你会飞去找对方。然后这个人呢，这本书啊，它是慢慢的被打开的。这里有2个讯息是，我觉得这个人呢，他很可能有一个很有智慧的头脑，也许他是这个书生，他博学多闻，他懂很多你不知道的事情，因此你跟他在一起之后，你就会觉得惊喜连连。哦，原来你这个也懂，那个也懂，或者是说，他有点像是。书翻开每一页都不同，当你打开之后呢，你就会想要去一页一页的翻下去，你觉得很精彩，你觉得这个人你想要跟他共度一生，从第1页到最后1页你都不想要去错过，所以很可能呢，这个也是一个给你们的惊喜。他的性格啊是那种你想要细水长流的相处下去的，它是一本翻开来你就不想要去放下的书。好，接下来这张牌28号牌，这个人他有可能是一个公众人物，或者是说在公众场合中他是需要去发言，是需要跟人家互动，是需要去打交道的。也许他有这种业务的能量，或者是他有这种主管的能量，或是他是一个表演者，他有自己的这种品牌，然后他有自己的这种社群媒体等等的，可能他说的话是有一些人会去追随，会去听的，感觉上这个人对于自己想做的事情是有定见，是有主见的。有可能他是做这种什么样子的这种高阶的这种销售，对。然后这里有一些我觉得是房地产的能量，他的脑中或者说之后呢，他可能会去考量一些好要在哪里住，感情发展到比较深厚的时候，会考量说究竟要去住哪里，要住在一起，要住你那边还是他那边，或是你们要共同的买一个房子等等，也许也会有这样子的能量去互相的讨论。好，还有这边呢有一个讯息是，我觉得这个人他很可能是某一方面的专业人士，比如说艺文方面、音乐方面，或是某一些领有专业的证照，我觉得比较像是那种金融、法律，或是也许是航空专业，或是之类的这样子的，就是他会需要一些考核比赛通过之后，才可以去进入的一个这样子的职业。好。18号牌这个人呢，他对外是很在他在工作的舞台上是发光发热，很有自信的。可是他私底下，我觉得在感情中很像一只小奶狗，狗狗很可爱，软软的，然后会听你们的话，会去安抚你的脾气，所以这个人很反差，他有一个很萌的感觉，而我觉得这种很萌的感觉，很可爱的感觉，正好能够融化你，再加上他的热情，因为刚刚说过嘛，这一组朋友你们真的是太清醒了，而且你们看人的这个直觉力蛮准的，有的时候你在感情中太聪明，把人看得太透之后，你反而可能觉得说没有一个人可以真心的，我说没有一个人可以跟你走到这个感情中，可是接下来我觉得出现的这个人，他有一颗很真挚的心，很单纯的心，他对你是非常的真诚的，因此你遇到他之后你会慢慢的放下你的防备很可能一开始你们会去想说我跟你交往会不会遇到什么样子的困难，比如说双方家长会不会有一些意见，我们的出生背景然后三观一不一致，以及金钱的议题要怎么分配，可能就是你们曾经在爱情中跌倒过，你们接下来要进入到一段感情真的会特别的去谨慎，特别的去思考很多的事情，然后就会有很多比较纠结的思虑，而这个人出现之后我觉得他反而很单纯的去引导你，告诉你说放心吧，我们就是关关难过关关过我们就是两个人在一起携手，其实是可以去解决很多问题，重要是我们要先去牵起这一双手，
才有我们之后的未来。所以我觉得他在这边呢，会对你多主动一点，多热情一点，然后打破你这么多的对感情中的疑虑，让你们可以慢慢的放松，把心交给他，把手交给他，他会去引导你。那这一组的朋友啊，我觉得这个人在私底下他也是蛮可爱、蛮温柔、蛮会去照顾你们的。如果你们过去曾经因为原生家庭的比如说爸爸妈妈情感疏离、情感不愉快，而对于婚姻啊、对于恋爱啊比较没有信心的话，这个人他有一个能够去治愈你的能量，或者是说你们如果结婚的时候，你是一个跟原生家庭比较紧密，或者说原生家庭需要有一些责任，你需要去处理，需要去承担的话，我觉得他也是一个很单纯不计较，就是愿意把他的资源去照顾你所爱的人。有些人这边的能量更加的特别，是他好像可以成为你跟你家族家庭的人中的一个中介，或者是缓冲剂等等。反正有的时候如果你直接面对家族中的一些人，你会很生气，你讲话会很冲，你们会一直吵架，而这个人的出现，他好像是一个润滑剂，去缓冲、去和缓这样子的一个冲突。好，这边1号牌我觉得他其实也在找你，这个人他现在单身，他也在找你。他很可能会以一个很意想不到的方式进入到你的生命中，或者是说他会用一个很特别的方式跟你求爱，去给你准备一些惊喜。他很可能也许他是这样子，就是直接的牵起你的手，或者是说用一个什么样子的方式来接近你，来跟你去确立这样子的关系，是一个让你觉得有点惊喜，但不会觉得反感或是讨厌的方式。他有他自己的一个速度，而且我觉得这个速度会比你想象中的稍微快一点，就会想说就是这么快嘛，但是你好像又觉得这个人很好，因此你原先心中的一些考量、一些担忧的地方会慢慢的被他瓦解。好，我们接下来呢再看一下这个人他会给你带来什么样子的能量互动呢？首先就是如果你们心中过去有一个这种匮乏感的话，它可以去填补你的匮乏感。大家仔细看一下这张牌它是一个石头的爱心，代表说也许你的心因为什么事情被石化了。然后这个爱心的中间呢有一个窗，这个窗正在刮风下雨，好像还打雷闪电。这边呢是金币的能量，代表说也许有些朋友你们也是之前谈感情可能有一些这种金钱议题的牵扯，也许你会觉得钱不够或是对方钱不够怎么样子，因为金钱议题而有一些不满足、匮乏感等等的。然后你看到这边有一个男人，他底下有一大堆书，有没有？我们又对应到书的能量跟这个男人的能量，代表说不管你们今天好，对应的这个对象是男生女生，我觉得他在态度在情感上都是比较主动。他要主动做什么？他要主动去安抚你的心，去解决你心中曾经有过的一些匮乏感、不满足感。比如说如果你缺乏爱，他就给你满满的爱；如果你缺乏金币，很可能他就给你满满的金币，或者是他跟你一起打造一个蓝图，说你不用担心这个金钱的问题，我们可以一起怎么样一步一步的去面对，一步一步的去处理，一步一步的去建立我们的这种金钱的能量，或者说一步一步去增加我们存折上的这个数字。你跟他在一起之后好，不管是物质或是这个情绪情感方面都可以得到满足。所以我觉得你们会对于这个人好，会为他开一条路。也许过去你们在感情的互动上，就刚刚说过，可能你心房比较高，或是有一些人来接近你的时候，你会给他一些软钉子，或是你明明觉得对方也不错，但是你就是
缺少了一点点勇气。好，你也是觉得对方不错，但是就缺少了那么一点点跨出一步的勇气。而这个人出现的时候，因为我觉得他是主动的，而且是很有诚意的靠近你，所以他可以融化你这一颗石化的心，还有你对物质啊，你对金钱上的一个担忧感跟匮乏感。我看到他可能会在一些小细节上对你很体贴，比如说呢，如果你身体不舒服，可能就会弄一个什么营养品给你吃。但如果你们是在这种海外，也许他会寄给你什么样子的东西，然后提醒你说你要去按时的去摄取营养，照顾自己的身体。也有些朋友也许他会去帮你问很多相关的资讯，说你要怎么样子去处理你身体这些不舒服等等。他会比你自己还要关心你，或者说如果你看到什么东西很喜欢，他可能就偷偷的去买下来给你。即使他现在手头没有钱，他也会去存钱，然后存了好大一笔钱之后呢，去制造一个惊喜给你。那他在感情里我觉得很单纯，也很孩子气。对你的付出也是真的很纯真的，很热情的。我觉得他在感情观这一方面跟你们相比，他是比你们更加的乐观。很可能说这个人他天生的性格就是这样。即使他之前也许也经历了一些人生的高低起伏，可是他一直都是比较乐观的往前看，而他这一种乐观的心态又感染到你们，因此他才可以去安抚你的心，然后去让你愿意跟他一起开创这一段感情。好，下一张牌哇，我们下一张牌是大家过去可能真的很困扰，你心中有好多个念头把你拉向不同的方向。比如说呢 A 跟 B 在抉择，那你很害怕选了 A 之后呢过得不好，然后后悔当初没有选 B。 那选了 B 之后，你又害怕如果 B 发生了什么事情不如你预期，你心中又会后悔，说我怎么在这个交叉点选错了。那今天呢，其实有一扇门已经很清楚的为你打开了，而你们接下来要放下的就是手中的这个链子。可能有很多就像你们在遛狗一样，这些狗都分别想要把你拉到不同的门。这个其实是你们心中的一些念头，一些纠结的念头。现在你们要放下手中的绳子了，你们可以去走宇宙为你们预备的这条道路，你终于可以来到爱情的康庄大道，而且这个门会很清晰的为你打开。这个人一定会让你看见他是值得的人，他是对的人。这一组的朋友，我看到的是其实你在感情中的选择有你自己的理想，有你自己的标准，并不是说你们的标准就一定很高。就是说有些朋友很可能你们现在单身会被人家说是不是你标准很高很挑剔，但是对你而言，我觉得你们要的都是你觉得那个是基本的。比如说有些东西是不可或缺的，也许你会觉得在感情中没有钱就会贫贱夫妻百事哀，所以你觉得这个就是基本的。也不是说你爱钱，那有些朋友很可能你就是特别的好喜欢身高怎么样子的人，或者说你觉得你另外一半一定要去有这种比较温柔比较照顾人的个性，你才可以真正的去跟他互动，真正的放心，或者说你才能够把一些心里话跟他说。也就是说你们并不是标准高，而是对方一定要有某一些点某一些特质去打动你，你才会好像愿意跟这个人去谈感情。不然有的时候你觉得谈感情很累。好，而今天呢出现的这个人，我觉得他是能够打动你的。所以就像
你们刚刚一开始不是在等吗？在黑夜中有一颗星星闪烁着，照耀你的心。而这边呢，这颗星星变得更加的亮，它其实会去指引你的方向。这个人一出场，你就知道他跟别人不一样。他是一个很有想法，也很有原则的人。他一旦在感情中选定了你，他就是好会坚持要去走这条路。同时啊，他也明白说，在感情中，他不会把自己放到一个局面，就是让他自己很为难，或者说他不会把自己放入到一个充满诱惑的场域去和他自己的一些人性对抗，因为他知道他承担不起任何失去你的风险，所以在前期他就会避免，他不会去搞暧昧，他也不会去骑驴找马。我觉得他是一个不玩感情游戏的人，他是一个像狗狗一样非常忠诚忠心的人，他就是用这样子的一个很单纯的心去接近你。还有就是我感觉这个人他有他的专业度，不过他不见得会在跟人相处的时候会一定要去争名夺利，有点像是他把他自己的事情做好。但是如果有一些这种小人小圈圈，他很可能不见得会去跟人家嚼舌根，他也不大喜欢，我觉得他不是很喜欢那些权力斗争，或是说大家为了一个东西争得面红耳赤，他可能会选择去开创属于自己的路。他会去过他自己真心想要过的生活，也就是他很可能遇到一些人际的纷争的时候他会去避免一些冲突。刚刚说过，他有可能会成为你跟你家人的缓冲剂。他的这个能量啊，我觉得是很好的，很适合你们的。特别是有时候，如果你们对于一些人事物很不满、很生气，可能你听他讲话之后，你就能够去舒缓下来，你就能够去放松下来。这个并不是说他是一个这个好像跟别人斗争都会输的人，不是哦。而是他自己心中有一些定见，有一些想法，什么价值观对他来说是重要的。有的时候，这个社会所谓的一些大家在争取的资源，他不见得认为那些东西拥有了之后就会幸福，就会满足，就会快乐。他是很在乎他心里的价值观能不能被你们理解，只要能够被你们理解，只要能够被他重要的人理解，其实其他人怎么说怎么想，对他来说真的不是这么重要。只要你们能够去过好你们的日子，只要你们有足够的金钱可以去好吃你们想吃的，买你们想买的，过好你们开心的生活，他其实不大想要去卷入很多的麻烦，也不大喜欢跟人吵架。这个是一个，我觉得他内在是有很温和跟很柔和的能量，他也是一个会喜欢家庭生活的人，就是他会花时间精力在经营家庭生活。有的人是那个事业心超级重的，就是他可能会觉得他这一生就是一定要去在职场上挂上什么总经理 CEO 的头衔。那对于家庭，他可能就是放在那边有了就好。这个人呢，他在事业上有他自己的一些专业成就，可是你今天把事业跟家庭拿出来做衡量，他愿意为了家庭去放弃事业。如果今天要选择让他牺牲的话，我觉得他愿意。或者是说呢如果有一些情境，就是他会需要为了家庭，需要为了你，他可能这个事业要重新来过，重新转换，我觉得他也是愿意的，因为他是有能力的人，所以他在不同的地方、不同的情境，其实都可以去做得很好。好，接下来我们来看到这张牌是很快乐的这个成功你们两个在一起会获得幸福，也会获得成功。这个成功我觉得有两个方面。第一个是所谓这个世俗世界所外人看起来的一个成功的好的一个家庭，另外一个就是你们内在的价值观，你们也会去
觉得说自己真的是满心欢喜、满心开心的，可以去经营这样子的一个感情哦。好，有一些朋友，你跟这个人呢，很可能之后啊，会物质生活丰裕了。丰沛了之后，你们可能会有一段游山玩水的日子，就是什么都不用想，可以去旅居世界、环游世界，去看看这个世界的风景。然后呢，他的内在啊，刚刚说过，他的内在有很多的温暖，有很多的耐心，特别是对你，对其他人不见得，但是对你，我觉得他有很多的温暖，很多的爱心，对于他的家庭也是，所以很可能他会在事业经营到一定的程度之后，也许好赚足够需要的钱之后，就把它收手，然后你们一起去环游世界，去看一看，去体验一下很多很好玩的事情。还有就是这边呢有土地的能量，也就是这个人他是一个比较务实的，所以呢他在金钱的规划上真的可以令大家不用担心。既然你们都可以去环游世界，就是在这个金钱的能量上一定是足够的，一定是丰沛的。不管这个人他是主外还是主内，或是说你们两个人都一起在事业上共同打拼，是好伙伴，他都是，我觉得他都是能够可以去控管一些金钱，或者说一些实质上这个照顾生活起居等等，我觉得他都是有这样子的能量，而且他的对你的这份感情啊是能够持续的平稳的发展下去，不会说前期很热烈很热络，然后后期就慢慢的开高走低就冷下来。你跟他在一起真的是可以用一个比较轻松没有负担的方式。你看这个人哦，他两只手，一只手拿着爱心，另外一只手拿着钱，然后他很开心的望向远方，所以这一段感情的结合啊，不单单我觉得获得了一个爱情，也获得了物质生活上的一个成功。很可能这个人是有帮夫运，或者是帮妻运，或者是说这个人本身他就带着他强大的潜力、他的资质、他的资源跟他的财富来找你。很可能在他的生命中啊，有些朋友，因为每个人对应到的不同，有些朋友你们遇到这个人的时候，他已经突破了他人生中比较困难、比较艰困的部分，因此你遇到他之后，其实你们整个生活都是可以比较轻松的、比较悠游自在的、比较舒服的。很可能这个人他过去花了很长一段时间在冲刺他的人生目标、人生理想，他都没有什么样子的时间去谈感情，而他现在呢，去达成了他的这个成就，去获得了他的某一个阶段性的目标的时候，他遇到了你，他也想要定下来，因此他就是会很想要赶快的跟你好发展成这种双向奔赴的一个爱情，还有手里的这个爱心，你们有3颗星哦。哇，他很希望这一段感情是能够去开花结果的，而且随着这个人的能力提升，或者说你们在一起之后整个家庭能量的提升啊，我觉得你们可以去克服更多的事情，就是也许之前对你们来说是一个巨大的难题，现在因为你们两个在一起能量升级了，一些大困难现在都是很轻松的可以去解决。那这个人他也是一个蛮目标导向的，就是他今天想要做什么事情，他眼里就会直直的看着这个目标，中间的路途是怎样，中间的有什么样障碍，对他来说都无所谓，就像开坦克车一样，直直的把中间所有的障碍都碾过去。所以感觉就是这个人经济条件不会差，或者说你跟他在一起之后啊，哇，你们两个结合起来，那个金钱的能量是爆发的、爆棚的。那如果你遇见这个人的时候，他还在他的过渡阶段，或者说他还可能在他的上升期，大家不要担心，最后会有成功的。他是一个很优质的能量，他是一个潜力股，而且他也我觉得蛮有责任心的，不论他是要对内还是对外，他都可以把我觉得他应该做的事情做好，然后还会去设想很多你们没有想到的事情，所以大家不用担心。好，接下来再看到
这个是一个，我觉得可能你们过去啊，面对感情、面对人生啊，有很多这种不好的、黑暗的或是负面的想法等等，焦虑的想法等等。这个人的出现呢，有点像是引导你走出这样子纠结的谜团。很可能如果你们自己一直想的话，会越想越纠结，越想让自己越心烦。可是这个人出现之后，真的就是让你去走出思绪思想上的谜团跟迷雾。好，接下来再看到下面的能量哦。哇，这个是金钱的能量，你们绝对会很有钱，而且还有这种越老越有钱，完全不用担心以后的一个生活。好消息。好，这个我觉得有点像是来自于外部的一个好消息，就是可能你跟他在一起之后，这个人收到了升职的通知，或者有什么样子的合作机会，或者是说他有一大笔奖金入账，好，你给他带来的好运，或者是说你这边有什么样子好消息，过去一直想要考的，就是一直很努力准备的考试终于通过了，或是被什么样子的学校录取了，或者是说好怎么样子的这种健康的议题啊，状况好转了等等的，你跟他在一起之后，可能双方都会收到一些来自于其他外部的，不是感情方面的好消息。好，这个人呢，他是一个很有毅力、不屈不挠、坚持不懈的人，不管是在感情或是他的人生目标都是他想要达到的目标。刚刚有说过嘛，他只要设立了那个目标，他眼睛就会看向那个目标，所以呢，这些障碍对他来说都是可以去跨过的。好。如果他面临这个障碍的话，他就会想办法去解决，想各种方式去解决，他就是要去达到他想要达到的目标。好，这张牌呢，就像孩子一样的一个想象的世界。我觉得你们在一起会有很多欢声笑语，会有很多一起玩、一起吃饭、开彼此玩笑，或者给彼此取绰号，然后在互亏啊，然后有的时候也会互相的打闹打骂，或是说讲一些浪漫的温柔的这种情话啊，互相的就是把对方当可爱的宝宝，这样子宠爱的能量，或者是说我也看到，也许你们未来会有共同的小孩，或是共同的宠物抚养，就是你们两个会有自己的后代的能量，共同照顾一个新的生命的能量也是有哦。好，接下来我再看到这张牌是他会为你去戒掉一些坏习惯。我觉得这个人他对你一往情深，所以如果说也许他有一些你们不喜欢的缺点，他会去改变改善。这张牌上画的是一根烟嘛，戒烟。好，也许你不喜欢抽烟的人，这个会为了你戒烟，或者是说呢，好，生命中的一些其他的大大小小的习惯，很可能他会乱丢袜子，然后因为你的出现呢，他就会记得要把东西收整齐，或者是说这个人我觉得这个可能是他很喜欢晚睡，然后你们比较重视健康的话，他很可能就会去改善这一些作息的一个调整，就是有一些可能你们觉得不是这么好的事情，他会去改变去改善，可能关于健康啊、身心灵，或者说习惯上的一个互动，也有可能是这个传讯息啊，你希望他可以看到及时回复，也许他会有时候一忙就忘记回复，但你跟他讲了之后，他可能就会立刻的去改善。所以呢，两个人之间磨合是有用的，是有效的，两个人不可能都没有问题。可是你跟他沟通之后，我觉得你会发现这些你提点到你在意的地方啊，确实他有在变化，他有在改善他自己。所以基本上你跟这个人在一起之后你绝对可以感觉到他对你是很好的，他可以给你一个很高层次、很高级别的爱。你跟他是男女朋友的时候，他对你很好，然后
如果你跟他进入家庭之后，你有感觉到那个好又进入到升华到下一个层级了，他会为了你，不单单这只是一个小地方，他不单单为了愿意为你去改变他自己，更多的是他有那种我愿意跟你出生入死，我愿意去跟你共患难生死与共的能量，还有那种就是真的在人生中，如果遇到什么样子比较低潮的事情，他也愿意陪你度过。就像刚刚说的，可能你们思绪上有的时候有一些解不开的难题，这个人他会去出来协助你，帮助你，拉你一把。对他来说啊，你就是他要找的人，他也不会把你跟其他人比较，你就是他今生所要去牵手的那个对的人。一旦他看见了你，我觉得他其实就不会想要去浪费时间，浪费其他时间去跟别人暧昧等等，他希望他接下来的时间都可以花在你身上，他希望他可以好好的去守护你，也希望你可以去回应他这样子的爱。所以这个人啊，我觉得他是一个非常重感情的人，他来到这个世界上能够去让他得到满足的，不是那些外在的金币、事业、名声，而是有没有一段幸福的感情，有没有一个人很爱他，而这个人也是他想要用尽全力对他好的人，所以他很可能会透过你跟他感情的一个连结，去证明他来过这个世界，就是他对你的爱是非常非常热烈的，他也希望可以用你跟他的这一段感情的连接来证明，来展现他的一个存在的意义，存在的价值。所以他是那种真的是满满的心里都是你的人，他会把你放在他人生中最优先的一个顺位，即使呢你们之后有了小孩，他还是会第一个把你放在最优先的位置，不是他自己，也不是可能他的其他家人，而是你。我觉得如果这一组的朋友，你们对于爱情啊真的是很需要证明，或者说很缺乏一个信任感跟安全感的话，这个人绝对会给足你满满的安全感，还有你对他的爱会成为他强力的后盾。如果你们走入家庭之后啊，我觉得他确实是一个能够去对内跟对外都可以做得很好的人。你们两个之间呢，有一个致命的吸引力，让彼此没有办法从彼此身上移开目光。好，接下来你们的爱的语言是肯定。好，所以这段感情给我的能量就是，你们两个其实会在相爱的过程中彼此的突破，彼此不断的去成长。你们不单单只是谈一段浪漫的恋情，在你们人生中所想要去设立的目标，你们也都会去达成，比如说买房子、财富自由等等的。你们最后呢，能够拥有爱情，也能够去拥有你们的梦想，你们也能够去实践你们的梦想，实践你们的理想。你们两个一定会有一个共同想要去成就的愿望或是目标，并且在谈感情、谈恋爱，或者说携手共度的这样子的人生中，一个一个去破关，一个一个去走你们这个人生旅程，一个一个去拿奖杯、拿奖赏、拿礼物，一个一个去达成你们所谓心中的理想。也就是说到最后啊，可能你们都变成老公公老婆婆的时候，你回过头来去看，回过头来再去想一路以来经历的那些，不管是苦涩的也好，甜蜜的回忆也好，对你们来说，回过头来去看，一切都是两个人当初共同努力，共同去打拼下来的。这个过程绝对非常非常的精彩，你们会是有故事的，而且我觉得你们会有，你们是有那种后代的能量，也许子孙满堂之后，可以把你们的故事传承下去。好，爷爷奶奶曾经在这个家族中扮演很重要的地位等等的，你们还可能去建立了一个
什么样子的体系是可以庇荫后代的。所以我觉得这一组啊，你们当中不仅有这种很甜蜜很浪漫水的能量，也有很实际的土象金币的能量，这两方面都可以去顾得非常非常的好。好，以上啊就是有关于第一组朋友你们今天的解牌啦，希望今天的解牌有帮助到大家。我是蜜雅，下期影片见咯，拜拜。Hello， 选到第二组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蜜雅。我们今天呢要来看的是你们的下一段恋情，这个令你走心的人，他是一个什么样子的人？他有什么样子的特质哦？首先呢，我们来看一下第二组朋友你们的一个能量讯息哦。好，我们的第一张牌是这个薰衣草。好，你们接下来会被爱围绕。那感觉上这一组的朋友，你们已经期待很久了。也许你单身很久了，你觉得说，身边没有人能够理解你，没有人懂你，或者说有的时候你感觉到你很像孤军奋战。好，接下来这个讯息是，你身边出现的人，他会让你觉得，你是最棒的。你身边出现的人，他是能够去给你支持、给你安慰的。同时，这张牌有一个讯息，就是如果说你现在的这个环境，你觉得没有希望，觉得不可能，或是说觉得令你失望，你们也要勇敢的走出去，去发现，去找到属于你的那个人，去找到，去建立属于你的那个家庭，勇敢的走出去，去重新建立新的一个连结。好，第二张牌，邪恶的女王，你们应该得到的是糖而不是盐。也许在过去的生活中有人他是默默的在占你便宜，或者说潜移默化试图从你这边得到一些好处。你可能一开始以为这个人是真心的，或者说你可能一开始以为你可以跟他当朋友，但是一次又一次，可能有一个人让你失望。也许你对这个人心动，但是你从跟他的互动过程中，你觉得很失望，或者是说你跟这个人现在已经断联了，现在已经没有联系了，你心里想放又放不下，但是当你仔细想一想，又觉得你们两个的未来的那个发展空间实在太模糊了，实在很不明确，而且也许你跟这个人其实已经没有任何的交集了，也许你们心中会有一点点不舍，不知道该怎么办。对于某一个人的情感，你想要放下，好，理智觉得应该要放下，但是感情上又不想要放下，好像看看有什么奇迹出现，或者说再给对方一点时间，给自己一些时间，会不会有什么转换，会不会突然有消息呢？好，其实这一张牌啊，要让大家去思考的是，你们现在在心中如果有人，这个跟你牵扯的人，他值不值得你再给他第二次机会？如果过去是对方伤害了你，如果是过去他一直在欺骗了你，你们是不是应该要去阻止这样子的连结呢？因为他会一再的去扰乱你内心的平静。可是如果今天呢，曾经是你伤害了对方，曾经是你们有点像是有意见上的不合，沟通上的不合，而去断联，而去分开的，那也许这件事情有转圜，有其他的空间。所以这张牌要让大家思考的是，这个人究竟值不值得呢？如果你心里有人的话，值不值得你继续等呢？或是要放手前进呢？好，13号牌母狮哦，这一组的朋友，你们过去在人生的旅途，在人生的战役中，其实得到了一些伤疤，这些伤疤不是你应该隐藏的，不是你觉得很羞耻的一个黑历史，你不敢去好像摊开来在阳光下。其实这一张牌的能量是这些疤痕它是成长之路必经所留下的，你应该要感到骄傲，因为你可以去经历这些，忍受这些，而且你存活下来了。
一些疤痕、伤疤的存在。不仅提醒你曾经打了一场美好的战役，同时也告诉你，你们是存活下来的。就像这个女生一样，她可以很悠闲的在沙滩上看着她喜欢的书，以及呢，海中有美人鱼，这可能是她的一个好朋友，她的一个同伴，在这样子漂亮的沙滩中，她自在的、尽情的做自己，不用担心别人会批评她啊，哪里太肥，哪里这个皮肤多一块赘肉等等的，很开心、很自在、很舒适的做自己。这个是宇宙给我的能量，也是这一组的朋友，我觉得你们即将要蜕变成的一个能量。好，那接下来来帮第二组的朋友看一下，你们连接到的这个对象会是一个什么样子的对象哦。好，我们来看一下你们的牌卡：狮子、野狼的灵魂，还有老鹰之灵哦。你们的这个人很不得了诶。首先我们就是出现了万兽之王狮子你们遇到这个人呢，我觉得他是一个骄傲自信的人，甚至有一点点，我觉得他会用他独特的方式来表达自己哦。他觉得自己是很尊贵不凡的，事实上他在别人眼中也是，不是一个他自以为是，而是他在别人眼中也有一个高贵族气质的能量。他是国王，也是皇后，而且他对身边的人非常的慷慨，也有那种帮助别人解决问题的能量。他同时拥有智慧，也有他自己的王国，自己的追随者。所以我觉得你们遇到这个人啊，不管是男生女生，他都是一个比较有事业心的人。如果这一组的朋友你们有慕强的心理，就是你们比较喜欢比你强的人，你希望他照顾你，你希望他可以疼爱你，希望可以去有一个肩膀帮你分担承担的话，这个人绝对中，这个人绝对是你喜欢的哦。第一个讯息是很可能这个人本身家里资源不错，但是他并不是那种纨绔子弟，就是那种随便挥霍家里的财产。相反的，他是精益求精，可以把整个家族的事业提升到另外一个层次。另外一个讯息是，也有可能这个人是白手起家，从无到有去建立属于他的王国，去建立属于他的一个城堡。他是一个非常正向积极的人，就是不管他今天出身如何，他都不会去怨天尤人。相反的，他是如何，他会心里思思念念想的是我如何去突破我现在的困境，去达成我想要的目标。他的决心是非常强烈的，他跟别人不一样，他有非常强烈的执行力，而且他是一个非常入世的人。关于这个世界的名啊、利啊、世俗的东西啊，各种物质、金钱、资源、人脉，他全部都会想尽办法拿过来，然后拿到手。基本上他都是想方设法想要让自己变得更好，就是逼自己看看可以把自己逼到什么样子的程度，好还要更好，精益求精哦。他如果曾经在生命中有一些失败，有一些挫折，那些都会变成他成长的动力，成长的养分。他很像是一个伟人的能量，然后他对身边的人也非常非常的慷慨。这边身边人是指他所爱的人，他想要保护的人，是非常非常慷慨的。他可能从小就有那种很突出的一个表现，可能他是学霸，或者说他在体育、在音乐，就在这种数理某一方面特别特别的强，特别特别的突出，特别特别的聪明。好，此外啊，我觉得他所在的位置是赢者圈，就是他身边的人也不差，可是他本身除了这个专业能力之外，他还有一个气质跟气息，这个是别人模仿不来的，这个就是领导气息、领导气质哦，他能够去说服别人。他有一个悠容自在，就是在人际互动他是非常有余裕的，即使面对比他有很多资源，或者说比他权力更高的人，他也不会觉得害怕啊、胆怯啊，或者是说觉得自己就小了一截、矮了一截等等，不会哦。我觉得他是一个
社交手腕，这个社交手腕，特别是说在那种工作商业场合需要去打点交流的话，它是可以去做得很好的。同时，它也有那种去突破前人记录的能量，比如说他是这个全校第1名，而且这个分数啊，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就是创纪录、刷新成绩等等，或是他拿下了什么样子的一个奖杯奖赏，受到表扬，这个是很难去得到的。好，他是一个很聪明的人，然后他的这个聪明不单单只是他懂很多资讯，同时这些东西啊，他能够把知识都化为智慧，然后又把这些智慧变成他生活中的一个魔术，这个就是他厉害的地方哦。这张牌也代表了一个吉祥的征兆，就是吉祥的一个讯息哦。他的眼神非常的锐利，他有的时候会假装不知道，然后去观察别人的一个动静，就是他不会让你一开始就看到他的底牌，可能他一开始是先表达说我什么都不懂，我很谦虚，但是后来呢，他才去展现他有这么强大的一个内在的能量，所以他很像是魔法，他有的时候会很谦卑，他谦卑的同时也是在学习，赶快吸收别人的一个经验。对于你们来说啊，我觉得遇到这个人真的是很不错，因为如果你对于未来有很多不知道、不确定的事情，这个人他可以帮你分析，这样你就会很安心嘛。你可以跟他讨论，而且他的这个讨论并不是好像随随便便的回复你，也不单单只是接住你的情绪，我觉得比起接住你的情绪，他更想要帮你找到解决的一个方法。有的时候应该要大刀阔斧的去革新，他就会建议你，给你资源，给你方法，然后去斩断旧有的连接。有的时候应该要忍，他可能也会告诉你这个时间应该要观望一下。所以虽然前面他是王者，可是他也会在其他不懂的领域，他愿意去接受别人给他的一些建设性的批评，或者是说因为他想要变得更好，他会去问团队的成员说，好，我在这里呢你们对我有什么意见，或者说我在哪里可以做得更好，他愿意去听，因为他想要变得更好，因为他想要将自己的整个事业体或者说整个专业都越来越完善。这边呢，23号牌是老鹰的灵魂哦。老鹰呢翱翔在其他的鸟类之上，它代表了一个新的高度，在这样新的高度中，可能也代表了孤独，因为高处不胜寒。我觉得他有的时候会有一点点变态嘛，就是明明这件事情很恐怖、很可怕、很不可能，但是他就是要逼着自己去做，而且就是要一直不断的去挑战自己的极限。虽然心中有恐惧，虽然心中有害怕，但是他还是会不断的克服，不断的想办法去克服。在别人的眼前，他都是很从容的、很舒服的、很自在的。可是他其实在里面呢，我觉得他也是有挣扎，也是有烦恼的。他会不断的去克服自己内心中的这些情绪，小我给他的情绪，然后他会希望在整个局势中，他可以飞得很高，他看到的是大局，然后他也希望自己可以更加的有勇气，更加的有智慧。就是他一开始选择了这个立足点以及看事情的方向，我觉得很可能不是从他个人的利益出发，比如说他也许现在还在一个比较低阶的职位的时候，他就会把自己的视野往上升去想，如果我是管理者，如果我是做到那样子的高阶，我会用什么样子的事情来好处理现在的问题，我会怎么想。所以呢，你可以发现他很早就跟他的同侪想的事情、思考的东西都不一样，他不断的在做出对自己
最好、最强大的一个选择，不断的在人生的道路中趋吉避凶，有点像是在玩人生的大风的时候，他不断的在累积资产，然后避免一些可能会危及自己事业的事情。那随着他的人生历练、智慧越来越多的时候，这些巨大的智慧跟勇气都可以支持他去飞翔。这个人的能量真的是，是一个强者的能量，是一个王者的能量哦。他有那种创业家、革新者，然后会把别人看起来像是白日梦的事情，实际的去执行。他的抗压性很强哦，不是那种遇到一点挫折、遇到一点苦难就哇哇大叫的人。事实上，我觉得他是一个非常有担当的人，他能够去解决很多别人没有办法处理的棘手的问题。然后一旦他下定决心之后，他的目标其实都能够去推动，能够去实行。那作为跟他连接的这个另外一半，我会觉得他喜欢你们是因为你们不会去强出头，就是你们不会去要跟他竞争，而是你们愿意去接受他的慷慨的给予跟照顾。他不喜欢跟他竞争或与他为敌的人。如果你要与他为敌，他很可能就会想要去歼灭你。而今天因为你们是他感情连接的对象，我觉得他更多的是想要去照顾你，是想要去疼爱你。在他眼中，我觉得你们是比较弱小的，需要保护、需要照顾、需要提点的，或是比较可爱的那一种嘛。对，他是一个这样子的能量哦。我们再来看到下面的牌哦，这张牌是繁荣繁盛，还有他会带领你们冲出迷雾，所以感觉上这个人你跟他在一起之后，其实你的能量也会被他往上提升。不管你们原本的位置在哪里哦，你跟他结合之后，你们整个人的运势啊也会变得非常的旺。同时他也很愿意去给资源，他很敢给，特别是对他想要照顾的人，他其实非常的敢给。然后他愿意牺牲自己去换取就是他所爱的人的一个幸福。所以你跟他在一起之后啊，我觉得会有非常不错的物质生活，因为这个人他本身资质非常的好，再加上他也很努力，执行力很强，所以不管你们当下的这个处境是如何，最后都会冲破迷雾，找到正确的一个方向。我觉得这个人特别就是他的努力加执行力，以及他清晰的一个洞见，因为他会在正确的方向做正确的努力，把对的事情做对，而不是把错的事情做好，这很重要。如果他很努力，但是都努力在错的地方，可能最后没有成果，或者说成果只有一点点。这个人他在做事之前呢，会先去看清楚、想明白，怎么样才可以获取最大的一个利益、最大的一个果效。然后这张牌我有一个讯息是，我觉得很可能有些朋友，如果你过去是有故事的人，曾经有过感情经历，曾经有过婚姻经历的话，很可能他是要带领你冲出离开过去那一段令你伤心难过的感情哦。就是少部分的你们可能遇到他的时候，当下有一个令你纠结的恋情，不知道该不该放手。可是这个人出现在你身边的时候，你绝对会想要去跟随他，你绝对想要去奔向他。不仅你想要跟随他，我觉得他身边还会有很多人仰慕他。所以呢，不管是男生女生，他的桃花应该蛮不错的。只是过去他真的是花很多时间去建立他的王国，去打拼啊，花了很多的心血在事业上，所以也许他没有时间谈恋爱，或者说他真的因为太忙，有一些感情无疾而终等等的因素，也有可能是他一直都没有遇到对的人，就是可能也谈过恋爱，可是心里就觉得还差一点点，好像进入到关系之中又跟自己想的不一样。所以我觉得他遇到你之后，也有一种心被打开了，心花朵朵开的能量，你释放了他感情的一个能量，基本上他对你会非常非常愿意付出。他就是一个
典型的王者，然后英雄气息的人，你可以感觉到他的能量非常的强哦。他是一个这种发言人、领头羊等等的。好，很可能他也是在公共场合中需要去发表意见的，或者是说，他下的这个决定跟决策是影响很多人的。他也可能会在某一个领域、某一个组织去当那种革新者，去冲破那些旧有的规则，挑战旧有的藩篱，去打破一些界限等等。好，在他这样子往前冲的过程，我刚刚说过，他的内心不是都是平静的，他也是有很多恐惧、很多不安的。可是你们的爱给他能量，来到你这边，他觉得压力释放了，心情可以得到平静。有很多时候，你跟他的对话成为了他的心灵解药。跟你在一起的时候，他觉得很舒服，很祥和，好像跟外在那些嘈杂的世界可以做一个区隔，在你这边得到安心感跟安定感，你让他有了更多的信心跟勇气，你让他的情绪平静下来，让他可以更加专注在他眼前需要解决的问题。好，我觉得他是那种很霸气，然后气场上非常强势的人。很可能你跟他讲话的时候，你会觉得他在帮你决定一些事情，他会去想说怎样子对我们关系比较好，他会希望你去听他的，他会希望你去引导你。但是就感情这一面，他就是会因为你的温柔而得到疗愈，他很喜欢在你身边的那种感觉。应该是全世界的人都不懂他，可是他觉得你们可以懂他，你们可以理解他，可以。所以说呢，就是虽然表面上好像是他在主宰，他在控制，但其实你们才是实质的这段关系的掌权者。你是用你的温柔来掌权，你是用你的温柔去融化他，而他也给你非常多物质世界丰沛的能量，所以你们两个其实是互相的帮助，互相的帮衬。你们两个还可以去分享彼此心中的一些阴暗面，从来没有告诉过别人的一些秘密，别人的想法，或者是说你们在亲密关系上会有一个很独特的体验交流，很奔放的一个交流，或是很疯狂的一个交流都有哦。好，哇，这张牌是求婚哦，很可能呢，你们就是遇到，我觉得可能半年到1年啊，这个人就是想要跟你定下来了，不管是他求婚，你求婚，总之呢，你们应该会有一个蛮有仪式感，然后比较公开的这样子的场合，见证给大家看的一个求婚，作为你们人生值得纪念的时刻。好，当你去接收到他这样子的一个求婚，或者说当你去跟对方进行这样子的一个求婚之后啊，其实你回过头来去想过去那些让你不开心的人事物，或者说让你纠结的放不下的人事物，你可能对你来说完全都不重要了。眼前的这个人，就是说你们眼中只有彼此，你反而会很庆幸说，好险我过去没有跟某一个人在一起，因为也许你过去跟某一个人在一起，你未来会过得很辛苦很痛苦，可是你跟他在一起之后，我觉得基本上你们会过得比较轻松，没有烦恼，没有生活压力。应该说他的金钱能量其实是可以去解决你很多生命的难题，很多生命的困难。你跟他在一起之后啊，心里会非常的安心，也会很舒服。你不会去好像羡慕别人、嫉妒别人过一个更好的生活。其实我觉得你的生活品质跟生活质量都会大幅度的一个提升哦。你会感觉到很有安全感。金钱保证是其中一个让你有安全感的来源，还有一个就是他很忠诚、很忠心。这个人刚刚说过，他有那种教导人家的能量，很可能他是靠嘴巴吃饭的，或者是说他有很多专业的知识哦，他是靠着他的这个头脑
去赚钱的头脑的知识、头脑的经验是无可复制、无可去取代的。然后我觉得他很可能会送你们礼物，用钱砸你等等的，给你很多很多物质上的这个体验，绝对是有的。而且你不需要去猜他的心，你不需要去提心吊胆，因为基本上他就已经做得很满很足了嘛。不管他在拼事业，不管他在怎么样子的忙碌，可能什么玫瑰花啊，或者是什么送你什么样子的你爱吃的，你爱喝的，他都会记得，然后都会为你准备，所以你可以感觉到，他就是把你放在心上嘛。就算你们有物理上的距离，就算你们一南一北，就算你们好像要开车开很久啊，或者是隔着山隔着海等等的，他其实都会用他的方式去表达他对你的一个重视。好。这个人最后会成功，会胜利的，所以，路途啊，你可能会陪他经历一些高山跟低谷，可是没有关系，最后他会成功，最后他会胜利。事实上，我觉得很多的你们那个高山低谷，其实这个人他自己就会去克服了，他不会让一些外在的波动去影响你们的感情。然后，另外啊，它也有一种你们的爱情达到了新的里程碑，就是它的出现打破了你对爱情的一个想象，原来可以有这么幸福、这么美好的爱情，原来这样子的爱情不是白日梦，不是偶像剧。原来我可以在爱情中这么的滋润，这么的滋养，我是感到满足的，我是感到开心的，我每一天都充满了期待，我可以活得很轻松、很优雅、很自在。我在一段关系中，我不用去猜心，我不用去小心翼翼。还有，我觉得这个人很厉害的能量，就是很棒的能量，是他有王者的气息，可是你跟他相处的时候，不用伴君如伴虎，因为有的时候如果遇到一个强人，他可能也会很严格的去要求你每一件事情都要，就像有点像在管他员工一样管你。可是今天呢，这个人他不会，你是他手中值得珍惜的这一只粉红色的小鸟，所以他对待感情是非常非常柔软的。那这段关系啊，要能够两个人一起冲破迷雾，他确实需要两个人都共同的去付出，你对他好，他也对你好，然后他看见你对他的好，他也会更加的掏心掏肺。所以呢，这段关系他也很需要他知道你们是爱他的，你们也愿意毫无保留的奉献给他。你可以感受到他对你真的是很忠诚的，你完全不会想要去看他的手机，你完全不会想要去怀疑他，因为他自己也没有那个念头。事实上，他工作就已经很忙了，好不容易找到一个很棒的人定下来之后，我觉得他就是会想要去巩固这样子的生活。好。接下来我们再看到26号卡牌跟47号牌哦，这两张牌的能量是在说啊，我觉得他有可能，跟你过去的生活的经验，或者说跟你接触到的人是在不同的圈层，很可能你遇到他之后，你的视野被打开了，你会去享受一些过去没有享受过的体验。就是比较顶流的、比较高级的那些体验跟生活，我觉得你们会，生活真的是比较轻松，然后可以应该说自己想做什么就做什么，不用为了钱去烦恼，也不用为了钱去屈就于自己不想要做的工作。而这件事情就是他的目标，因为他的目标就是希望他身边的人可以活得开心、轻松、自在。他就是希望给他所爱的人一个很美好的一个生活。接下来呢，这张牌也是太阳的能量，太阳花哦。如果你们遇到他的时候是比较低潮的时候，他会给你就像太阳能量的一个滋养。
因为你接收到他对你热烈的喜欢的时候，我觉得你对于你自己的自信心也会更加的提升。他会对你好，他会对你很好。那如果你当时因为什么原因需要去，好像没有办法常常的跟他见面，或者说因为什么原因你需要推迟这段感情的进展，我觉得他其实会体贴的理解你当下的一个苦衷，他会设身处地的去为你着想，因为他知道这段感情他要的是长长久久，不急于这一时片刻。所以如果你们当下有一些状况难以脱身的话，我觉得他愿意去等你，而且他也愿意去照顾你。他对你就像太阳花向着太阳一样，是很忠心很忠诚的。他不会去接受他生命中可能的那一些诱惑，因为他不想要冒着会失去你的风险去尝试一些短暂的情欲等等，他觉得那些是没有必要的。在天平上谁重谁轻非常的明显，他很难，或者说他再也不会，他觉得他没有办法再找到比你更适合他的人。这个适合不是条件，而是他就是被你的气质所吸引，光是他知道这个世界上有你的存在，他的心里就会觉得很安心，你会像是他的心灵的支柱、心灵的滋养一样。所以我说你们是互相扶持的能量，有点像是他拉了你一把，然后等你状况好了稳定之后呢，你也会给他很多的爱，你也会成为他的一个支柱，他的一个核心。好，下一张牌这个人呢，他愿意去走跟别人不一样的路，也就是说他愿意去承担一些超过界限或者说违反规则带来的一些风险。他不会觉得规则在那边就是要遵守的，相反的，他觉得规则就是要打破的。他敢反抗权威，他敢冒险，而且他会去自己就会去跳脱原本的舒适圈，不断的去看一看新的环境，更大更远的环境。他也不盲从，就是他有的时候非常勇敢的去提出跟别人不一样的意见，就是他愿意去站出来反对，也许反对一些盲从的人，他愿意作为那个第一个然后说出真理真知灼见，第一个做对的事情的人。所以呢，他其实有一个他自己的想法，他不会被别人的评价左右，他有他自己独特的见解跟判断力。所以这个人呢，他是有他独特的思考跟思维模型的，别人的想法、别人的意见没有办法去影响他。好，最后呢，我们再来看一下宇宙给这段关系的一些讯息好，信心的跳跃。好，这一张牌，第一张牌就是说，其实我觉得这段关系因为这个人可能就是我刚刚说的，你们的财富地位、家庭或者说生长环境是有一些差距的，也许是工作能力上的差距，或者说你们年龄上的差距，或者是说，你们是不同国家的人，也许这个人对你来说呢，他是要跨越你的舒适圈的。但是宇宙告诉你，值得去尝试，值得去认识这个人，值得去跟他发展关系还有，你们要去信任这个过程，在整个连接的这个过程中，这个过程，这个连接，它是神圣的。好。你们是双生火焰，这个人就像你的镜像灵魂一样，你们的连结是对你来说是非常非常的神圣的。所以呢，你跟他一开始遇到的时候，可能会有一种强烈的致命的吸引力，甚至很可能因为这个吸引力吸引的能量太强，你有一点就是害怕这样子被坠入或是卷入的能量。所以说这段感情真的是一个很走心的恋情好，你遇到他之后你就不再是之前的你。刚刚说过，他会拉着你往上升，不管你的生活质量，所以你有你接触的人，你用的东西，你住的房子，可能都上升了一个档次。
好，你不再是原来的那个你，而且你接下来的人生的轨迹方向以及想法，未来会因为这个人的出现有所改变，有所更动。很可能遇到他之前，你自己对自己的规划的人生是怎么样，但是你遇到他之后，你会有一个崭新的、不同的、令人期待的生命的规划。好，吸引力法则，你们两个呢，都是彼此在显化这一段关系，就是你在找他的同时，他也在寻找你，你们互相显化而来的。好，只要你相信这个人，其实真的很快就会显现。我觉得也许3到6个月，或者说3个月内，你们就会认识，6个月内，也许就会有一个很深的感情的连接基础产生哦。好，达到你的目标哦。任何你想要在这段关系中想要得到的，都会显化，在不久的将来就会显化成功。所以一样也是要请你们相信正向思考，你们很容易心想事成的，好吗？第2组的朋友，你们很容易心想事成。最后呢是有一些危险的讯号，你们要注意。所以这一组的朋友，我刚刚说过嘛，你们一开始抽到的这一张牌，邪恶皇后，很可能你们生命中啊有一些人他是要来伤害你的，你千万不要把那些不健康的连结，以为说这个人就是你的唯一，以为说他就是你的这个对的人，不要有一些关系你需要去斩断，不要让他去迷惑你，不要让他跟你把这个真正的人，真正愿意为你付出的人做混淆。好，所以如果心中，或者说如果目前有这样子不健康，或者说有那种你觉得备受痛苦的情感关系的连接，你去把它断掉，然后重新的去接受一个宇宙为你们准备的人，好吗？好，以上啊就是有关于第2组朋友你们今天的解牌啦，希望今天的解牌有帮助到大家。我是米娅，我们下次影片见咯，拜拜。Hello， 选到第3组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米娅。那么今天呢，要来帮大家看一下你们的下一段恋情。这个会令你走心的人，他是一个什么样子的人呢？首先呢，我们来看一下，你们的一个能量状态哦。好，这一组的朋友啊，有人正在看着你哦，所以说，我觉得看一下哦。这一组的朋友啊，很可能哦，要么就是你现在心里有人，或者是说，我觉得其实你周遭已经有互动的对象，已经有往来的对象了，可能是他跟你告白，你拒绝了，或者是说呢，你很喜欢对方，你还在跟对方互动，看看有没有这样子的机会。那我看到过去这一组的朋友啊，很可能你把你自己困在某一个状态中，你觉得你没有办法真正的去好像放开心来谈恋爱，不知道为什么会让你觉得目前的感情状态是比较焦灼，或者是说有一点对于未来的模糊感。可是在这样子的感情的流动的过程中，我看到宇宙其实是有把人送到你面前哦，很多人，你们的这个人，他的能量上已经很近了，很可能你们已经在网络上互动了，准备要见面，或是有些朋友你们已经见过1、2次面等等的，感觉上你们心中好有挂念的人，有在互动的对象，而这张牌也说你的存在其实是某一个人的礼物。我会觉得要么就是你身边已经有喜欢你的人，或者是说这个人他曾经爱过你，你们曾经互相喜欢过，只是因为什么样子原因分开了，断联了，但是你仍然在对方的心中。好，有些事情就是这个讯息有2个方面，就是很可能这张牌的讯息是这样，很可能一段关系的结束，它是另外一个空间
被打开。比如说你跟某一个人的关系的结束，代表说，你重新回到单身，重新的让其他人有机会可以跟你互动，让其他人重新有机会可以来追求你，可以来对你表示好感等等的。那这张牌有另外一个讯息是，很可能你跟某个人过去的连接断掉了，死掉了，但是这个过去，这个结束也代表了你们的未来可以以一个新的形式，更广阔的形式，更健康的方式重新连结。所以有些朋友很可能你跟某一个人曾经没有修成正果，曾经好像模模糊糊的关系，有机会打破暧昧，走在一起修成正果，或者是你跟某一个人的关系曾经很曲折，很离奇，有各种的阻碍，你们也有机会打破这种命运给你们的业力，打破这些挑战，走在一起。好，这些都是有可能的。好，这张牌这是一个分享的时刻，所以宇宙其实想要告诉大家说，情况没有你想的那么糟糕，没有你想的这么的没有希望，你们不是孤单的，你未来身边会有人跟你作伴，未来身边会有人跟你分享，因为很可能你们真的是心里有一些情绪在翻腾，心里不相信自己可以得到爱，很可能你把你全部的时间都投入在你的目标、你的工作上，对于感情你已经随缘了，或者是说因为你对于某一段感情曾经投入了太多，你现在不敢再这样子的去爱了，因为你也害怕自己会好像太过的想要抓住一个人，这样子患得患失的感觉，你也很讨厌自己这样子的状态。有些朋友，我觉得你跟某一个人的关系缺乏的是一点点的勇气，但是无论如何，无论你们的状况是哪一种，宇宙说接下来你身边绝对会有人陪伴你，跟你一起分享你的喜怒哀乐。你们要相信你们是值得被爱的，你们要相信你们会获得良好的感情，你们会获得一个互相有回应的一个感情。好，我们接下来这张牌玫瑰花的牌，红色，原谅。好，这张牌有一种爱得很深，但是也很心痛的一个能量。好，宇宙首先呢，要告诉你的讯息就是，很可能你跟某一个人之间你们的感情要走向真正的成功，必须要彼此原谅，必须要去看见彼此曾经对彼此的爱，彼此曾经对彼此的用心，要把那种感觉找回来，而不是一直去纠结谁对谁错，谁伤害了谁，以及不是一直去看你们两个之间不同的部分，相反的要去放手，要去真正的把话说开。宇宙给你们的这个讯息是，你有机会和某一个人和解。很可能你跟某一个人过去在一段感情中，你们有一些纠结过不去，以至于这段感情渐行渐远。但是你们两个分开之后各自经历了其他人，好像又没有办法去忘怀对方。所以这张牌其实要让你们原谅，让你们去疗愈过去的一个伤口。有的时候我们并不是要寻找到一个最完美、最正确的人，而是要去找那个令你心动，让你念念不忘、无法忘怀的人。好，如果当下你们身边已经有我说的一个你很爱的人，宇宙它其实会推波助澜，帮你去释放你跟这个人过往曾经的一些纠结，曾经的一些伤害。不论是放下你心中的怨，或者是说放下他过去对这段关系的不好的记忆，都是宇宙在做的一个努力，让你们可以重新开始，重新连接，去爱吧，就像没有受伤一样，去把那一些不好的记忆清洗干净，让你们两个之间可以感受到更多的爱，
更多的温暖，更多的包容，让你们两个可以重新把断掉的线连接在一起。这个是第一个讯息哦。第二个是，如果你们心中没有这样子一个念念不忘的人，宇宙要你去疗愈你自己，要你真正的去放下一些不好的念头，这样你才能够看见身边其实是有谈恋爱的机会的，身边其实有人在关注着你，也让你才能够打开心，去更加的把焦点放在你自己身上，而不是过去的某一个人身上。当你多多的爱自己之后，看见你们也变得更加的有魅力了。所以这一组的朋友，无论是你跟某一个人原谅彼此，你们的感情和好，你们的感情往下推展，或者是说你原谅你自己，你去释放你自己受伤的部分，都是宇宙要告诉你们的一个讯息哦。好，接下来看一下这个人的能量是怎么样哦。首先呢，这张牌是宝藏。我会觉得这个人呢，你们可能不要看他的这个外在的条件，你要去看他的心，因为也许有些朋友，你们对应到的这个人是他的外在的条件没有100%达到你的理想，可是他对你的好是100%的。你看哦，他去雕了最珍贵的宝石来给你，它不是用来装饰你自己。这一只乌鸦好，它把自己最好的一面献给你，这让我想到这种美女与野兽，就是可能一个人他颜值特别好，另外一个人比较普通，或者是说有一个人在某一方面特别的突出等等的。虽然看起来这个乌鸦是不起眼的，可是他对你的爱是能够去感动你，他对你的爱确实是能够触动你，而且他会义无反顾的对你好，他的真心真情是你不需要去质疑，不需要去怀疑的。有些人虽然他条件很好，可是他也许不把你当一回事，他只把你当众多选项中的一个，你是他其中的一个备胎。而这个人，我看见他只是暂时没有那么的出色，或者说暂时他有一些地方被隐藏起来，可是他日后有爆发的一个潜力。这个人，你跟他在一起之后，你会去促使他成长，他就像是注入彩虹光芒一样，你会看到完全不一样的他。也许就像是这个青蛙王子一样，本来呢大家以为他是一个青蛙，可是当公主温柔的去亲吻他之后，原来他是风度翩翩的一个王子。所以这一组的朋友啊，很多的你们抽到这一组牌的时候，很可能你也有过一些感情经验、人生经验，你在生命中去思考的时候，已经不是单单就外在条件作为选择伴侣的最主要的考量。很可能你过去也用外在条件选过，但是跌了跤，吃过亏。可能你现在更重视的，两个人可不可以谈得来，两个人可不可以相处在一起。我觉得这个人在恋爱上会给你很多不一样的想法，不一样的情绪，你们两个可以互相的去经历很多的事情，可以互相的去陪伴彼此，即使在人生的交叉路口，即使在人生一些很艰难的选择上，你们都可以陪伴在彼此身边。这个人他是很愿意去陪伴你，也很愿意去把他最好的东西给你。所以你们是不是要给他一个机会？而且很多朋友，这个人他已经出现在你们的生命中，这段感情你可以多多的去看看，多多的去想一想，他是不是默默的在关注你，默默的在等着你。而这个人呢，他会为了你变得越来越好。比如说他现在没有什么钱，或者说他现在哪一方面还不足，可是
一旦这个是你需要的，如果这个是你需求的，他就会奋发图强，他就会去想尽办法去给你。好，比如说你很喜欢别人帮你做好吃的菜，他就会去学，即使他现在不会，他也会去学，然后他就会去做你最喜欢吃的那个菜肴，或是那个点心等等的。所以大家不要担心，我觉得你们很可能遇到的是一个璞玉，也许你觉得他现在的样子好像有点朴实，不见得是好第一眼就很吸引你，可是他其实是有一点点像是美丽被掩盖起来，就是他只要稍微化妆打扮之下，其实是惊为天人，就是他的底子是好的。我看到这一组的朋友确实有这样子的能量，你身边有一个很不错的人，而且他对你很好，只是有一些东西它的这个外在好像有一些灰尘，你把它擦干净之后，它是会发亮的。好，所以这个人他是一个良缘，你看他的真心真意，他确实是会对你好的人。你们要不要去选择这样子的对象，还是要让这个机会从你的指尖溜走呢？大家可以好好的去想一想。再来看一下下面的牌哦。你跟他有可能是在这种运动场合中认识的，或者说身体有动起来的一个场合，或是你们认识之后会去一起跑步，一起健身，一起爬山吗？一起身体动一动的能量。好，还有我感觉你们两个会去吃美食，一起约会，到处吃美食，吃好吃的，这个能量有哦。很可能他是一个吃货，或者是说你是一个吃货，互相分享好吃的餐厅的资讯，或者是说你们两个都很喜欢去吃拉面啊，就把所有的这个值得一吃必吃的拉面都通通的去吃过一轮，或者说你们会去摘星那个米其林餐厅，好，各种好吃的东西都去吃。接下来这张牌是睡得非常香甜哦。这个女生她拿着一颗地球，这个地球里面有她无限的梦想，她很多很多的梦想都在这颗地球手上。她睡得很香甜，代表说我觉得跟你有缘的这一个人他的内在的能量其实是很丰富的，他关注的议题面向也很广泛。我觉得你们可以跟他谈一场比较浪漫，或者说比较心灵层次的一个恋情，他是能够跟你沟通的，甚至也许你们可以讨论一些比较形而上的东西，或者是说关于什么样子的想法，什么样子的理念，就是你们除了有这些吃吃喝喝很入世，好，这些一般大众都喜欢都会去做的事情之外呢，你们还可能会去谈论彼此的梦，及你想要的感情是一个什么样的方式，什么样的形式，你想要是浪漫的、务实的，还是两者皆有的，你想要被怎么样子的一个对待。好，这个人他愿意去听你说话，然后愿意去实现你的一个理想，你的一个梦想，你对感情的一个想望，他愿意去把你呈现出来，他愿意去记得你喜欢吃什么，不喜欢吃什么，他愿意去为你设身处地的着想，或者是说愿意为了你去学习一个新的语言，学习一项新的技能等等的。这个人呢，他就是会因为感情不断的成长，同时我觉得你们也是你们刚刚说过，释放掉内心一些不好的情绪之后，你们会更加的关注自己，也许是投资在自己身上，花钱去保养自己，打扮自己，或是让自己上一些什么课美姿美仪，或是投资自己的脑袋，增加财商知识，或者是出去旅游，去一个你曾经想要去、想了很久的地方等等的。这一组的朋友，你们不再只是梦想，这些梦想全部都可以实行出来，全部都可以去显化。好，接下来再看到
这张牌哦，宇宙告诉你说，你们会连接到这个人，这样子的感情绝对是你应得的。为什么呢？因为你们善良，因为你们曾经对于这个世界有爱过，有付出过。根据能量守恒，你付出过的爱都会回到你身上。很可能你过去在某一个人的身上投入了很多的爱，也许你在对方身上没有得到回报，可是这样子的爱它不会消失，它会从另外一个人的身上，另外一个人的眼中去表现出来，表现回给你们。也就是说呢，好，你们现在被这个你们的有缘人宠爱着、喜爱着、欣赏着，是因为你们曾经认认真真的爱过，以及认认真真的去对待过这个世界。所以这些爱啊，是值得留回在你身上。你们曾经付出过真心跟真意。还有一些朋友我刚刚说过，少部分的朋友，你们是旧有的线重新被连接在一起，就是你重新的去得到以前这个断联的人的关爱跟关注。你曾经觉得没有回应，没有收获的感情，现在有了回应。现在对方给你发来的消息，现在对方重新的去邀约你，这些东西都是你应得的。宇宙会给你很多爱情上的好运。宇宙告诉你们，你们不用继续再等待了，这些好消息一一的会发生。有些人会跟你示好，有些人会跟你和好，你会跟某一个你心中觉得重要的人感情升温，重新的去规划你们的未来，重新的去规划下一步，你们的感情可以进一步的提升跟发展。那另外有些朋友，你们遇到了这个新的人，他很爱你们，他有好，我们看到饼干哦，还有夜晚的灯光这两张牌哦。看到这个甜甜的饼干啊，感觉上这个人哦会非常非常的宠你，而且是宠溺你，就是你想要什么通通都给你，然后只要是你支持着他都支持。比如说你是一个很重视家庭、很照顾家庭的人，他也会为了你还有你的家庭去付出，去照顾你的家人。基本上他就是一个会以你的意见为主的人，然后会想尽办法把你想要的东西都送到你面前，有一点像是宠爱过头、宠溺过头了吗？有一种我什么都听你的这样子的讯息。然后旁边这一张这个夜晚的灯光哦，看起来就是非常的甜蜜。晚上睡觉的时候，他会替你盖被子，看你有没有睡好啊。可能他自己还在忙一些他的工作、公事什么的，但是他会去照顾你，看一下你的状况是怎么样。就是有一种，虽然他现在有其他的事情在忙，可是他还是会去留意你现在的一个状况，他还是会想起你。他是一个时时刻刻心里都有你的人。因为你就是他奋斗的目标，你就是他努力的一个全员，所以呢，这个人感觉上是一个很温暖的人，暖男或者是暖女，就是他在跟你的互动上不会觉得让你很疏离、很冷漠，需要去猜心，而是他会把满满的爱都送到你的面前。好，我们再来看下一张牌哦。你们要勇敢前行，你们要去迎接新的感情，或者说要跟某一个旧的人重新连接的那一个当下，要去启动那个按钮，你们要去按下那一个开关。宇宙会给你们讯息，宇宙会给你提示，宇宙会给你一个讯号，但是你们一定要好好抓住这样子的契机，才可以跟你所爱的人真正的连接在一起。所以前面做的这个原谅的工作，做的这个释放的工作，一定要做的确实，而宇宙会指引你们，前方啊有城堡，有幸福的道路，而你们要做的就是起身
走向前去迎接你的幸福，让自己整个人的能量可以脱胎换骨，可以焕然一新。就像这个女生一样，她穿着美丽的粉红色的纱裙，把旧有的不开心的能量丢在脑后，往她的幸福直奔而去。好，我们接下来看一下你们的这个下一段恋情的对象，他有什么话想要对你说。好，首先呢，就是请你把你的心门打开，你们不要去专注在你生命中已经关上的那一扇门哦。如果你一直去看过去的已经结束的某一段关系，这样你很可能会没有发现周遭已经有人在看着你，有人在关注你，有人想要去跟你连接，你就会看不到一些新的机会的产生，它说不定已经在酝酿了，离你很近很近了。要有信心哦，因为天使在你们的背后去运作，在整个你们这一段缘分连接起来的过程以及往后的发展，天使都在推波助澜，都在帮助你们，让这段感情更加的繁荣坚固，跟继续的往前发展下去。好，下一张牌哦，把你的恐惧抛在脑后，你的恐惧可能会阻碍这段关系蓬勃发展，所以呢，你们一定要放下心里的一些担忧跟恐惧，好好的去相信你眼前的这个人，相信他对你的好是没有什么其他的心机、其他的利益以及其他的计划的，也要相信他对你的真心是长长久久的，他爱你，也爱你原本的样子，你们做自己就好，不要去担心。他还告诉你说，你们要把自己放在最优先的顺位，你要先爱自己。当你先爱自己的时候，其实会让你增添更多感情的吸引力。所以刚刚说过，我觉得这个人他有一点点，他是服务型的人格，他是奉献型的人格，他会想要去服务你。所以也许你们可以在他的世界中做国王、女王，你可以把自己放在最优先的顺位。他说没有关系的，你甚至不用先去顾虑到他，而这个就是他希望的，他渴望的。好，这张牌是重新连接，所以刚刚说过，有一个过去的你们的暧昧对象，或是你的前男友、前女友，或是以前的前同事、同学等等，他可能很快哦，会来到你的生命中，跟你重新的聚合。也有可能这个人是一个你的双生火焰，你们经历了一段追与逃的过程之后，走向合一，走向灵魂上的一个重聚。好，我们接下来再看到勇敢表达你的爱，这是很重要的事情哦。你要让你身边的这个人知道说你是很爱他的，或者是你对他的付出表达感谢跟感激。你们如果心中有想要去表达的，不要藏起来，你去说你对某一个人的爱，你们又不会损失什么，所以不要害怕，不用担心。好，那我们再来看一下最后一张牌。最后一张牌是说啊，其实你们目前呢是足够的，不要觉得你是匮乏，你是不足，以及你还要哪里需要改善才值得一段美好的爱情。他就是爱你最真实的样子，他很可能就是爱你这个肥肉啊，他很可能就是爱你这个短短小小的身材，他很可能就是爱你有一点点迷糊，有一点点任性，有一点点坏脾气，或者是说忘东忘西等等，你觉得是一些缺点的事情，其实他就是喜欢你现在的样子，你真的不需要去改变，或者说学明星啊，用什么样子的穿什么样子衣服，用什么样子包包，或是一定要做什么样子好像能够去吸引到别人的打扮。其实你今天吸引来的这个人，他就是看见你的灵魂，读懂你灵魂的美，对他来说，你们的美就是独一无二的，你们的美就是没有其他人可比拟的。好，以上啊就是有关第三组朋友你们今天的解牌啦，希望今天的解牌有对应到大家的能量哦。我是米娅，下期影片见咯，拜拜。